你们好哦，今天的题目是谁将会宠坏你？谁将会宠坏你？哈，所以我选了我觉得很丰盛的跟花朵有关的图案哈。那我特别选了颜色有一些没那么对比，大概就中庸的斜角的哈，红色斜角的一些色系，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比较没那么被对比出该选谁不该选谁，喜好没有那么明显，这样让你们的喜好选择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你还会在中间犹豫了一下。好，那放轻松选就可以了，放轻松选就可以了。好，那就这3张，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从1号牌开始，这是1号牌哈，让你看清楚。好，那我们一样从这张大牌来看哈。这张大牌来看，来，今天的题目是谁将会宠坏你？这一题就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时间性，然后就只是预测一个能量跟你最融洽的人现在在哪里，这样。好，第二组牌会翻在哪里？第一组牌我先看看能翻到哪里，多少讯息？好，这张，这张非常亮哈，哇哦，来等我一下哈。3，这张应该有定义，你跟他会相识相处好一段时间，可能先做朋友吧，哈。然后在他的内心里会感觉到蛮不错的丰盛的感觉，然后会进而对你表白、对你告白，这样。他会在跟你相处之后，会蛮确定自己能给予你什么，这点很重要哦。能给予你什么，这是这张牌的另外一个反面的意义哈。因为我必须捕捉这张牌所属的角色是他或你，所以他的方向感就不同。但我觉得这张牌是他的心境的2面，一个是他相信在更远的未来，他可以获得你或你的回馈，或是获得你这位珍贵的事物。虽然说有点物化或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形容说，他眼前的这份珍贵，珍贵很难找到很好的词了哈，珍贵的人、珍贵的能量都 OK， 你可以带入你觉得让人舒服的字眼都 OK 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在你身上看到一个更遥望、更遥远的一种珍贵与他的珍惜了。那所以他反过来的另一面就是他能给予你什么，这变成他着重在他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的感受跟他的心得还有他内在的某种结论来，让我来看一下这张哈。它有一些分支能量，我把它确定一下哈。我们就像一棵树的展开哈。好，那这个就好看一下。好，那一方顺风能量是，它其实在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在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就有一个很不错的新的能量缓缓的上来了啦。然后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他心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这个变动在某一些事件的时候，改变了他对于你的关系的一种向往跟一种期待，它是突然变化的然后他对于这个改变有一种距离感，他觉得他离你还好远哦，他离可以跟你在一起这个距离还好远哦，所以他其实是慢慢的走到这份确定可以跟你表达的这份关系里，他的节奏非常慢哦，他的节奏非常慢，从这组牌到这里都有一种起点到终点的距离非常遥望的一个感觉哈。所以从这里我觉得可以看到一种很早期的一个现象，就是他这个很早期的现象，就是说他在蛮前面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直觉，觉得你在他心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是这个距离感又让他知道说，他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就进入到在你生命里面变成比较重要的人。这个他有一个阶段性跟时长啦。所以第一可以看出来，第一他不能说很有计划，而是很负责任。第二，他很有耐心。第三，他一直陪伴着你。
其实他不是一个全新的人哦。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在你附近还蛮久的。然后可能是你们这份关系未来是有一个变化性的，或者这种进程。我来看一下后面的这个翻阅出来有什么。我先发到这里哈。转变是核心。这里已经出现2次，他对于你的想法的改变哈，我觉得是至少2次，还不只是1次哦。他每一次跟你关系有越来越多阶段性的进化哈，即便是现在当下哦，他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局面哦。他甚至因为你的关系，他让自己做了蛮多的改变，突飞猛进，这些都有点关乎于你的喜好跟你的喜欢，甚至他也有经历过你跟别人恋爱，他在旁边观察，也有成为你的好朋友之类的。我觉得他的正能量一直都很强，可是他内在一直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这个能量也很多哈。那一直努力的牵引他、指引他到的未来世界的这一个核心价值点，是在于他看到了更遥望的一个世界端。他知道他到了某一个自我要求变更好的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知道他可以在那个世界里带你一起去，或是等你，或是你已经在那里，他还没到那里。他有很多的想象，不知道都是他觉得他跟你是有距离，是蛮远的。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他的内在他的情绪稳定跟思考事情是非常有耐心的，非常有远见的，跟非常相信自己潜在的力量，跟能够升级再提升的那一个力量。他对自己其实是蛮有自信，但他对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却又没有自信，他是有这一个完全不同的。但以我现在看他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他已经用进化好，他已经进化的蛮好的了。哦，嘿啦，算非进化，他自我他的自我，我原本以为他的自我是非常忠于自己的，可是我现在发现他被你牵动的很厉害，所以已经好几年了哈。所以如果你有所成长，你有所改变，你有所进化，你有所进步，你已经不再像1、2年前或30年前那样子的话，他也在跟着进步，而且他一直在追上你。在我这边看起来的能量的协调性来说，他没有不如你，他也没有离你很远，但他对自我的评价跟审核，他希望的好哈，比我们以为的好太多了。他对自我的要求非常高，这样。那这里我就会开始担心一件事情，是他这些努力会不会徒劳，会不会功亏一篑啊？会不会你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他在附近了，没有办法感觉到他这一个变化，或是到了他已经错过了某些端点，这样某些可以跟你说的端点。这里可能就要到下一组牌来翻，但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太迟没关系，我先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又有一次新的变化，所以我这样说好了，他从认识你开始，后面大概我先随便讲个数字，大概就10个篇章他需要走，他每个篇章都有非常强大的、强悍的跟转换升级。那有点可惜的是，他所有的核心都是为了你，他有点忘记自己他有点忘记自己。这边说的你对他影响力太大，一样，不对，反向了所以我翻这数字的时候，我问说，这也许是前阶段，后半阶段会不会到哪一个阶段之后，他就回到了自己本我的位置做改变？在我翻开这张牌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但是我心里是处在一种有所期待，期待是我看到的那一个位置。所以我翻了数字之后，他说是啊，他后面会终于回归到自己。然后会开始检视自己的价值，因为他的价值跟自己的能力各方面已经提升到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的重要了。他已经不再是完全觉得他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要给你，为了为你好这样。可是这样才是对的，因为我不想说他是先爱自己才能爱人这个逻辑，他更多的是他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他也比较确定说他能给你的是谁。他给了谁给你，他后面就会知道。所以从更遥望的、
更远的、更密集主义深度的、更深的位置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跟你表达他喜欢你、告白前哦，他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重大事情的转变会跟他以前的事情完全不同，而且是有脱胎换骨的概念哈。那这个位置跟现在离得远吗？这里还不确定哈，但我可以先翻，因为我怕为下一组牌我会错乱哈。我先翻这里，我翻一张牌来确定这个时间点的前后，是不是？快转换了，他已经快到这个转换点，所以他就表示说，他很有可能快要跟你表达他的心意了，已经到了那个边缘了，因为他现在的丰盛度、内在的满足度都很强哈。只是哦，他的理智有点太过强，所以他让他自己的动作各方面对自己的审核反省都太强了。好，那他现在的状况有比较被火能量所影响，就是情绪能量的时候，所以他现在正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扰乱了他原本稳定的情绪了。所以这是一个他的功课，他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功课，就像我这边转的，他会到一些事情一个大转变。那这一个功课可能在这个转变前最大的功课正在进行中哦。这边跟我讲的一样哈，他要跟你表达他喜欢你，想跟你告白的时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是完全不冲动的哈。而且这边也证明了刚前面讲的一件事情是，他如果跟你告白，表示他已经知道跟你的下一个位置、下一个世界，他能带领你去哪里，你可以跟他一起冒险，他很确定是哪里。这是一份邀约，这不是一份指令命令，这是一份邀约。所以这个会宠爱你的人哈，其实后来决定权在你身上其实他最终还是会把决定权放在你身上。可是他有一种很强的本位主义，就是他在那一个告诉你的时候，决定权丢给你，可是他已经做好了你的答应跟不答应的两条路径，他都可以走。这是他自己自我的满足感已经到了一个蛮好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稳定的状态。这样，我相信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份诚意跟他的优秀，加上你本来就认识他很久，所以你能够感受到他的转换。懂吗？这一组很特别哈，蛮久，我觉得这个久有好。那我们来看下一组牌，下一组牌我们来看现况哈，现况。一样这个哈。突然这组牌在叫我，我用这一组。好，这里，那是中段哦，来。好。我有一个特别的讯息，果然，我先看到这，我先讲一个讯息。他最近要先离开你一阵子哦，然后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回归回来的状态。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表达你跟他的喜欢，所以你对他的感觉会有一个中断，会有一个断层，就是你会没有经历到他的强烈的变化。好，那我觉得这是最近他要先不见一阵子哈。我觉得你可能不会立即意识到他这阵子有先去处理别的事情，但这个处理别的事情有类似，反正他会去一个比较远的位置去学习、去念书、去哪里工作这样。那一个时间有一阵子，好，因为从这里到这里都有一种他把他的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了，然后他也觉得这已经是最后一次的奋战，就是如果把跟你告白跟想跟你确定关系这一件事情当成是他前往下一个人生的中间边界的话，那这个边界前的最后一次的自我提升、自我挑战出现了，他必须要远离你一阵子。好，因为他需要变得更好回来，所以这个一阵子不会短。
所以这一个人我们抓的时间，他可能会在比较后面才会出现，他不会很近哦。中间会联络会断，因为远近距离都是风能量切断了。其实我跟你说，这里切断了，这里切断了，好的能量正在往前，可是在这里都切断了。所以当他不见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联络，他会不，他再回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全新的好能量的接近。你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好能量的接近，因为这里这一条路是非常稳健的。可是比起今天的不同的路径来说，这一条路被拉得非常遥远，拼不上这2个远的距离。一般来说，下面这段距离会是最远的，可是我觉得它的能量跟不上这一个距离的远，因为它走的是逆方向的离开，这些都是往你这边去的，可这个是逆方向的离开。所以今天这组有一个小可惜的地方是，他在你附近，但他想要跟你确定关系，就是想要开始进入宠爱你的那一段时间的节点，还没有那么靠近，这个比较远。那我再确定一下别的事情。这2个就好了。这2个路径呢，都是我来确定说有没有别的路径是捷径，让你们的相遇提早，让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有意外的事情、特别的事情回归，不按照计划回归。2张都没有，2张都说就是遥望就是远，就是遥望就是远。你们是独立的，在自己的世界里，平凡无聊，没有连接，这段时间没有，所以要等到他回来，要等到他回来。那我不是很想把我觉得他的离开有多久了，但我跟你说，至少16个月以上吧，1年半以上。因为其实我觉得还要再更久一点，还要再更久一点。只是我有一个模糊地带是，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他现在已经是离开中了，还是还没离开就有差别？时间上就有差别。但是我觉得大概就16个月的加或减而已，这样。我觉得啦，感受上，因为这组有一个淡跟一种极尽感很深好，这里又出现一次，你们俩的灵魂不容易结合，即使靠得很近也不容易结合。所以从第一组牌到这里，确实讲对一件事情是必须准备好，他的能量必须准备好，他的理智风能量必须准备好。其实这里让他离开的也都是风能量的决定。那你们2个之间的阻碍就是太个体化了，这边说一次，这边说一次，一直没有很明确的东西是你们2个一定要在一起的能量，或是衔接的很好的能量，它处在一种未开发，所以一切都要等到我刚刚说的那一个回来的节点出现那一刻，才会找到，而且是从他的角度里面，他体认到了那一个时间，这样。这组牌很短暂，我翻的很短暂，不是说你们这关系很短暂，而是你们2个之间的能量连接已经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朋友这个关系上面。那可惜的是，他的风能量太强，他花太多时间去判断跟你的关系跟要不要再进一步。但每当他跟你的关系有再更进一步的时候，他又觉得你又把他拉远了，这样，因为你也在走在你的人生里，他一直在追逐着，可是他没有让你知道他是在追逐着你。在某一个角度，他也在对自己有点心灰意冷的觉得，我觉得他一直觉得在你旁边的话进步不够快，他对自己的自信也不够好，所以他这一次一定是有某种困难跟挑战来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那从能量的趋势来看，他那一次的更新回来就是非常好的状态，他会有全然的，因为上一组牌已经有死神牌讲说他有全然的改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哦，好，他正在做的挑战跟他正在做的提升，比我们现在拍看到的更深远、更高级，蜕变的程度会更高。所以他这次的回来，你会对他有完全不同的想法、跟看法、跟评价，会有。哦，呃，这边有说一个东西是，他这一次他再回来这一次，他提出想跟你交往的讯息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觉是把决定权交给他的答应，就是你会答应，可是你心里的概念是我把决定权给他的这种答应哦，你不会觉得自己拥有这个决定权很奇妙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回来这个能量很强，他的人样子各方面已经全然的说服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只是我不确定他跟你提他想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点惊讶？但是我有比较多的把握是，那个好能量都在那个时候要爆发，你会很自然而然的就答应，甚至不是试试看的感觉，而是一种强度很高的认可的状态去答应这件事。看一下，看一下长远的这个，因为他这个离去，我觉得有点让我意外了。让我看一下，又是这张。好啦，这里就在讲说，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很特别的能量连接跟其他的事情，就是说他必须要跟那一件事情做一个很深的连接啦。好，这是他必经的过程，而且他还觉醒到知道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哦，这个是我最近找到比较远的能量哈，但是我先说哈，不是说你要从头到尾都等这个人哦，我只是跟你说，这个能量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一直在你旁边，可是他还没有觉醒到爱情，他必须要先远离到很后面之后，觉醒到爱情之后才会回来。可是不代表他回来前中间你就是完全遇不到任何人的，没有，这只是其中一个选择跟决定而已，好吗？这是其中一个选择和决定。他甚至有可能回来说，看到你跟别人相处的还不错时，他就不会去打扰了。然后他会再重新用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这也是他的选择。好，不是只有一条路径哦，他有很多的变化跟选择。记得所有事情都在你的选择，即便看到了某些很明确的未来事情发生之后，你也可以选择不走那一条路哦。好，记得哈。好，好，这边两个东西哈。他说这个人哈，其实在你的人生里面，他不一定只是恋人，他可能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伙伴出现。好，所以刚刚说的是有符合的哈，就是他不一定是一定要回来跟你当恋人哦，你也可以跟别人恋爱，可他会成为你人生很重要的伙伴。但是当你是单身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哦。这边说的好，再来还有一个东西是说，呃，现在你拥有的东西都要把它当成是最好的，不要太好高骛远，不要太贪干后面。其实你现在身上就有很珍惜的东西，即便他现在要离开，可是你现在身上所珍惜的东西，你要先珍惜着。好，心里只是有个念想说，有个好人在未来之后会出现，但是你现在的生活还是要珍惜现在的。他这边的暗示是，不要忽略你身边某些已经立即产生、立即显现的美好啦。好，我觉得他这个提醒不一定跟这个有关联，但他现在做这个提醒，你想一下。好，这个牌时间牌，如果我翻出来的是过去，好，那他表示他已经离开了。好，但这个过去有个规范哈，以我现在翻牌的时间点，前6个月，好，都算过去。好，也就是说，像我今天现在翻这个牌，我如果算是我是4月1号，那前6个月的话就是到了11月1号，所以他翻出来是11月1号以后的都算过去，好，以前的就是未来，你懂我意思吗？好，来，
嗯，他还没，还没还没离开，还在你附近，他还没正式离开，所以他最近还会出现。他大概1个月半内都还会出现，1个月半2个月，他在夏天前都还会出现。然后我先这样说，他在夏天前都还会出现，然后他就后面就会不见了。如果你那么敏感的话，你可以注意一下哈。好，好吧，那1号牌就这样哈。那这个比较远哈，但可以期待，可以念想一下。记得，他不是只是要成为你的恋人的，恋人的也是其中一个选择，但是他的只是认知自己，就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即便你后来他回来说遇见你的时候，你有别的恋情过得很好，他也不会打扰，他也会成为你的好朋友，他也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了。只是在他回来之前，所有的影响你影响到他太多了。他的这个离去也是因为想要去更确定自己是谁，自己能到达多好的位置。这样，他并不一定把你放成他生活的核心，可是他每次靠近你的时候，他就很难避讳这个想法，好吗？好，那这就是1号的朋友，你感受一下哈，你感受一下，因为他的能量，我觉得他现在能量都还在你附近，你感受一下。好，那就这样，乐观期待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来看2号牌的朋友哈，2号，好，那我们一样用大的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分布。今天的题目是谁将会宠爱你哈？这一题就跟距离时间没有那么一定是很近的哈，它可能是一个过来的能量，或是已经在你附近的能量，有很多原因哈，所以这一组会时间感上会比较宽广哈，所以我们来期待一下它抓到的范围是哪里。来。3，因为1号牌是翻到这张，我要感受一下它的差异在哪里。差别在于这个时间比较短，它的这个未来感比较近，没有那么奔放，那么遥望。我看一下这张，我看一下，不行，我不能用这个，我想一下，我翻这2张来看。你们本来很近，后来现在断了一下哈。有可能有一个小原因，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最近比较没有见到面，最近比较没有见到面，但是已经认识了，然后你们的关系还不错，好像有点还不错，这个形容好像有点太近。认识，我先把它取消区间在认识哈。但他最近比较不会出现，那这边比较出现，他现在的能量跟你是断的耶哈。我再抽一张看一下。没错，他现在跟你能量是断的，他现在离你远，但抓不到离你远的起点在哪里。但sorry， 这个牌一开始就很复杂，我帮你看一下。我问他是否回归来了，他说是的，他现在这回来的直线冲刺回来，不一定说冲刺了，但他现在有一个笔直的道路是他再回来。可是我还是觉得远哈，所以他已经离开你有一阵子了。那他最近会回来，而且我其实有感觉到你的淡忘所以我刚刚在提问说你们的关系还不错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质疑，因为我觉得现在关系上好像是淡的哈。所以他在回来的时候，他会让你有一种你现在怎么变这样的一个感觉，能量上，他会有一个新颖的改变，会有一些很明确的改变，你会明确的感觉到他的不同。2张牌已经说了1次，2张牌各说了3次，好，非常不同。他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状态回来了，好，再等一下，他要回来了，好，那
形容上更加成熟、更加精致，思考更加沉稳，各方面的好的能量的向上都出现了。所以你期待一下，我觉得他会蛮让你另眼相看的。不知道他以前是招是好，可他现在这一次回来已经蛮另眼相看的，因为我先插个播哈，就是1号牌跟1号牌的后半跟现在翻出来的蛮像的，牌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内容很像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听看看1号牌。好的，第2组开始。好，我回来这里哈。他这一次的离去是需要的。需要做的，去跟外面的世界、跟外在的那个领域里面的做结合跟调和，所以他可能是被邀请去的，工作被邀请去的这样。他在那边有丰富的收获，而且他到了那边才知道说他在那边的连接还不错，可是他这边跟你必须要断掉。那这份断我不知道是刻意的还是什么，可是跟你的联系就真的有变少，有蛮长一段时间的。那他那边的任务结束了，他那边的学习结束了，所以他这一次回来哈，所以他这次回来的时候，他除了有一种全新的面貌出来之外，他来这里回来的时候，这里的工作各方面东西，他还要重新再接洽，再重新发展起来。好，所以啦，我会觉得他跟你这边断掉，是因为他当初以为他不会回来了，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出国，很有可能是换了城市哈。他这次回来，除了耳目一新之外，你会觉得他身上多了很多你会喜欢的东西，加上他这次回来，你再重新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他的相处各方面的融洽度、默契什么的都非常美好，比以前好太多了。然后你们的对话会变很多，很深入，他会带来一种更高的成熟度，不是比你更高，而是他自己在更高的成熟度，然后对话，你们会开始对未来的展望跟未来的计划各方面有更多的对话，甚至还可以一起合作，甚至你们还可以一起发展，一起去发展这样。但是有一个小缺点是，初期他这次我就不讲在这次回来，我只能说这次你们的相处会更加的独立性，要进入到爱情的说法，爱情的感觉也没那么快。你们会以一种全新的朋友，比较像全新的朋友的相处，再慢慢的相处到可能会有爱情的发生。为什么说可能会有爱情的发生？因为这一次的他有很多的全新的魅力出来，是你意想不到的。他的谈吐、他的经历各方面，他已经有所变化了。很多人有所变化会令人厌恶，他的变化是让人感觉到美好，而且是会觉得他本来就应该要进化到这个程度的那一种认可感。好，来看一下这个，果然你们的感情是必须要在生活里更多的小相处里面孵化出来的，才会发现其中你们之间有那一个感情啦。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相处但是你们的相处会比以前更加的频繁，因为你们的对话跟成熟度现在目前是后来回来的时候是对齐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回来了没。目前看起来是在回来中这边只是说回来，后来再遇到这样，你可以期待他的一个变化。来，我再看一下。这次回来你会产生对他非常高度的好奇，但是不是风能量的好奇，是土能量的好奇，因为他为你展现了很多你不认识的他，然后你心里会觉得这个人到底有多优秀，比以前优秀多少，你会从这个角度去好奇他。那也基于你自己也有所成长，所以你们对话的内容好像又比以前在更高、更高级、更难。那彼此会有一点沉溺于相处里面的更多的对话，所以你们会有很多的工作之余的约会，只为了聊天聊事情这样。只是前面这个步骤要出现喜欢爱情的那一个水能量就是慢。这边整个逻辑看下来，整个关系一直被包装在很要好的朋友、很要好的新关系，跟以前比起来是更要好的新关系这样。水能量真的很慢，我再看一次。
是有越来越好啦，会越来越好啦，会越来越好。然后你们会展开更好的新的关系，你会展开更多的新的对话，你们会一起去旅行，一起去学课程，一起去什么，会慢慢的会像好朋友一起去安排两个人一起的行动，关系会越来越好。但是水能量的确还是不是你们像这一次重新相处的核心，一直都没有这个概念哦。只是唯一的水能量只孵化在这里，可是它被压在双重的土能量下面，它很下面，它很像地下水，你要去挖下去才会挖出来。它也很像表面看起来干的盆栽的泥土，你要伸手下去才知道下面是湿的这种概念，要慢慢的才会有。所以只要这一次再相处，不要断掉，就会发生了。因为你们这个断掉，其实在断之前会有一个比较幼稚、比较年轻的爱情能量有快出来了，可是被拉走了。被拉走了，好，被拉走了。好，那第一组牌就先这样哈，我们来看后面。一二组牌都很1号牌跟2号牌一开始都很像哈。这个人，对方这个人，他现在是先走到离你最远的位置再回归的。好，来，我来翻一下。即使第一张牌说他现在正在回来路径上，我们来挖一下回来到你身边前后左右的一个状况哈。然后顺便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张牌现在还有多远。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说，他已经看到你了，他的距离已经是看得到你了哈，已经遥望得到你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特别远啦，因为至少在能量的角度是已经看得到你了。好，速度有在加快哦。然后你有可能不会在跟朋友的相处里面遇到，你可能会在工作上先遇到他来的时候。然后你现在有一些生活与工作的方向是人生的一些决定，正在往他那个方向前进，所以你不是在原点等他回来，所以你们两个的相遇会比刚刚的这个速度来说再快一点。而且你现在如果生活中有一些明确的生活目标，比如说换工作、搬家、人生的新目标，去做一些挑战，去学语言或什么，反正有一个新的想法，提升自己的新想法，赶快去做，因为他有在让你们的距离有在拉近中。你们现在有因为原本你是在这边等待，他是在这边往你这边冲刺嘛，可是现在你这边有一些决定会牵引你往他这个方向走，所以你们相遇跟遇到的时间点会提早哈，他可能跟工作有关或什么的，它不是一个走路的状态，它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牵连的网路线有越牵越近啦。比如说两个都在这边，它会这样牵到你这里这样。可是现在不是，现在牵的时候你也在牵，现在就这样牵，然后会在某一些事件、某一些时间点遇到，所以他才会说在工作上可能会先遇到，就有可能你们在遇到才说，你也在这边工作，你在做什么的这样子，然后说好久没遇到人，你去哪里这样？你们谈的不是生活，而是谈说，怎么是现在在做这个工作的连结。好，那你们之间还有一些朋友会牵连，就是说你跟他中间还有共同的朋友，两边都还有在联络，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有些人更了解他的状况，所以这个朋友也可能会把你们两个人相遇的时间再拉近，但是你们中间还是有个墙挡住了，有个墙挡，所以要有一些契机但是这个契机不容易出现，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朋友他认识他也认识你，但他并不一定会特别想到说，其实你们两个原本是认识的，但是会有一些讯息会传出来，比如说他跟他说，你周末要不要去哪里玩？然后也跟你说周末要不要去哪里，所以大家，然后你们一起去这样。也许你是跟这个朋友去，可是他已经通知了那边跟那边的人讲，那边的人也会去，所以你们会在一个提早的时间点遇到。那他也有可能是工作的介绍啊，或什么的，结果你们才发现说他已经转行了，他已经换别的工作了，结果在你需要的工作领域，譬如说你想要保险，就他已经转到保险去了，结果你真的需要保险的时候，然后这个朋友就跟你说，我介绍一个会保险。一个保险朋友就出来是他，然后你才很惊讶说，为什么你在做这个？你之前不是做这个转换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去，因为他去学习，他去做转换。这个是一个比喻，大概是这个逻辑哈。那你们再次遇见的时候，那一个对彼此的很虔诚的喜欢，外在那些东西都会被加强。以前就有喜欢，但是以前没有觉得是爱情，可这次在遇到的时候，就会比较深刻，觉得这个好像是爱情的喜欢，会比较明确哈。那再来。
呃，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自己会有一些生活上的改变，所以它还不会出现，因为你现在的注意力都在你生活上的一些改变啊、挑战啊，就改变跟挑战，你最近生活上会有。好，那这个改变跟挑战，比如说工作的挑战呐，哈，或是金钱的挑战啊，或是搬家挑战啊，或者什么的，反正你现在会遇到一个挑战。这挑战一结束之后，你会出现很多新的选择，譬如说我人生要换什么啊？譬如说这个挑战是你工作上的挑战，然后挑战完了过了，然后你就觉得说我不想再待在这个公司，我要换公司。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挑战结束之后，你会有新的方向。那接下来这个新的方向就会直冲往他来的路径上面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更近。好，现在最近会有这一个，你要感受一下，然后经历一下。好，那我再看，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两个是不容易遇到两个灵魂啦，因为你们是独立的风能量，然后是自我打转的，不太容易融合啦，哈。所以这一次的再遇见，可能也是会以一种切磋跟较量的感觉在一起，所以你们会有更多的谈话，然后感情也是从一种全新的交朋友的概念里面慢慢发生出来的。刚刚前面一组有讲过哈，只是从这边才看出来，原来灵魂能量两个人本来是不太合的，所以真的要在一起的话，这边是看得到有一些前期的磨合期跟互相了解。其实你们两个对彼此的了解够深，但是还没有到爱情的那种深度，因为爱情的部分这更加敏感嘛，你们还没有经历到那里。当你们更加接近有水能量、有爱情能量出来的时候，其实风能量也起来了哦。好，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想知道。来，我对工作遇到这件事情的连接，我都多看一下。好，的确是工作上，你们会越来越靠近哈。嗯我觉得工作这个捷径是比较明确的，它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岔路，会提早让你们遇到在工作上哈。那个时候，可是都有一个小缺点。我先说，这个工作上遇到只是其中一条路，并不是唯一的路哈。但是它可能会是比较早遇到的路。但是这个缺点就是，虽然比较早遇到，可是它还没有到完全体。他没有要绽放一个全新的魅力。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离开，他会做一个大转变再回来，在他人生的经历决定。但是如果是在工作上先遇到的话，他的这个转变还没有完全。好，好，所以就看你的意念上是想要再早一点遇到他，还是等他变得比较完整了再遇到就比较好。如果是比较完整了再遇到的话，就是要靠朋友的介绍了，就是要靠朋友介绍跟朋友带出去玩的这个哈。这个能量比较慢，走的比较慢，而且你没有办法从你的眼睛去找到它，都是要朋友带去哈，必须要跟着人群才会找到它，这个幸运值比较高哈，但是就是比较慢，节奏就是比较慢。好，那我再看一下。好，记得当你们在遇见的时候，哈，不要太拘泥于他的表象里，要去感受一下他的改变了哈。这边有在做提醒，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放心了，我觉得你们会感受到，而且他会展现的很明确哈。好，来，现在来看一下时间感啊，时间感的我说，哦，这么特别。小小的好消息，哦，大概1个月内，哦，他就要从离你最远的距离
往你这边走来了，往你这边走来了。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在这里，他的这个离开，我们以能量来说以你最远的距离，现在到了这里了，大概1个月后他就到这里，然后他就要掉头了。所以我说大概1个月后他就开始掉头往你这边走了，然后行进的路线大概会行进个3-4个月，大概就要出现在你面前了，你们的关系跟连接就会比较近了。所以他前面我刚说的你们的遇见，工作上的遇见，朋友的介绍，那个时间那个能量就开始要起来了。所以你要再等一下。不过前面说了很多，你们的水能量并没有立刻爆发出来啊，你只是会发现这个人变了很多而已，这样子。那他离开多久？我这边没有讯息，我这边没有讯息，所以你很难去找到那个象征，说是谁离开了多久这样。因为其实他离开你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意识到的时候，他早就已经离开了啦。那所以我刚上一组牌说他会出现在一个回归状态，只是这边有说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范围，就是大概1个月45天左右，他就开始慢慢的又到了最远的距离，是到了最远的距离的回来哦。那一样是这张牌说比较多是朋友的带到你面前啦，跟这组牌不谋而合，不谋而合。可是这里又觉得跟工作有比较有关系，所以它有2种不同的路线。那它会变化的原因是，它也在它的路径上做很多的选择，所以它会改变它的路径。只是以能量的区分来说，这2个路径是最近的，好吗？那你要期待一下哈。好，那我觉得2号牌就这些讯息很精简所以可是你大概知道一下时间跟整个状况了。好，你们2个遇到之后他的全新的感觉会带来一种新的冒险的感觉。你会很想跟上他，你会很想跟着他，因为他的改变加上你对他原本的熟悉度，你会觉得有一种新世界，觉得很有趣，我想去看看的感觉会浮现出来。记得顺着你的心意走就好了。好，那这是2号牌的朋友，那今天就到这，谢谢你来听那我们乐观期待，祝福你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3号牌，好，那3号牌我们来用这组牌来看，好，这组就这组。好，今天的题目是把你宠坏的人我们来看一下3号牌。因为我间隔1、2号牌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希望能量会有点不同。因为1、2号牌很奇妙的是，都出现类似的状况，几乎类似，就是这个人他在最接近你、最要告白的时候，结果他先去了远方。1、2号牌都有这个状况，我们来看3号牌是不是有这个状况因为我先讲，我就是想说，如果一样，那就是3个都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类型、不同内容那就很有趣了。好哇，这么模糊，我选不到这个好，差一点好，那这个不一样了，总算不一样。但是这一个牌的方向有一点小小的危机，就是你们2个现在非常近，但不一定认识，然后处在一个绝对平衡之中。所谓的绝对平衡之中，我现在一直出现学校大学生活的画面，它一直跟你出现在不同的课程，选课也不同。周一你可能上早上，他就是下午，然后周2你上下午，他上早上，一直都有不同时间段，而不是错过。而且你们的去的位置，去图书馆念书什么的，时间也不同，用的场合也不同，用的位置可能是图书馆的一个最北，一个最离门最远，一个离门最近的位置，有这样子的一个绝对平衡。然后我还是觉得你们不认识，但你们一直在填充你们共有的空间的时间，你懂我意思？填充吗？平均分配。
他必须要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破坏了自己的规律之后，才有可能会遇到，这就是你们之间的浪漫。所以这边预示了一件事情是，当你们认识之后，你们必须跟必然的要为对方做出一些新的调配跟选择，不用让太多，但彼此都要先让。那这个是可行的，因为你们本质上的能量很接近，就像我刚刚讲的。然后我没有觉得会有很高的几率在你们遇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火花会爆发，因为是女祭司牌做压底，你们会产生一种轻度的好奇，然后慢慢的加深。慢慢的加深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会发现你们彼此的相同点实在是太多了，你们甚至连兴趣都差不多，喜欢的东西节奏感差不多，就只有生活搭不起来，生活的时间感跟使用的空间感觉节奏不一样，就节奏不同。有点像一个适合跑100米或200米短跑，一个适合跑马拉松，类似却互相不理解。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所以我认为你们的遇见会有一种很奇妙的互补性，而且这个互补又在来自于很强的相似里的互补，好像有点吹毛求疵的去互补了非常细微的缺陷，而不是大方向。所以你们两个也算走到一种极端，就是你们会成为对于某些事情小众的事情非常专业，可是大部分的事情两个人没办法互补，不理解。他可能像两个艺术家在一起，两个设计师在一起，但是领域不同。譬如说设计师，一个是室内设计，一个是平面设计。你们在这个范围里很强的互补，可是离开这里完全两个人都不懂，这样会困在这个小世界里，会类似这样哈。没关系，我再往下看一下其他的讯号。然后我是觉得，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你们会对对方身上所拥有而自己所没有的东西非常好奇跟有兴趣，但不到学习，就只是有兴趣想听听分享这样。你们在某一个不错的时间点上，会因为其他人的关系认识，而且是一种需要帮忙别人的一个关系上面认识的，就是说，可能在工作上或课业上这些了哈，然后需要有人帮忙，或是你看到谁需要帮忙，所以去寻找了那一个可帮忙的，然后就因为朋友的介绍或什么介绍到了彼此这样认识。然后认识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非常的近，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学校的概念，你们非常的近，只是一直都没有遇到。后来发现说，原来你们的时间是超级错开的，空间没有错开啊，我觉得你们时间错开的很严重。然后你们必须在另外约时间出来见面聊天，这样。你们第一次遇见之后，我觉得你们就会有很容易成为朋友的一个状态，所以。而且对于放假私人生活也有差不多的兴趣，所以你们很快的就会达成某种做朋友的一个基础，就是可以一起去约去哪里。然后后来才发现你们两个是可以很好聊天的，所以你们可能也会常常约出去喝咖啡或什么，就只是为了聊天。这个概念还蛮强的。最近我非常常翻到这个状况了，因为我可能最近在算一些其他的人的牌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迹象。人跟人成为恋人之前，他有大量的聊天闲聊，面对面的，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你也可以在网络上聊天，可是大家发现网络上聊天节奏又太慢了，找到契合的人会约出去见面聊天，然后现在咖啡店也特别多，待在那里聊天，觉得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选择。所以在确定爱情前或是感受到爱情前的时候，有非常多人都有大量的聊天，大量的聊天跟陪伴，这组也是哈。来，我来看后面。好，谢
现在你们还没遇到，还是一样，现在牌还没遇到。现在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说，能量正在帮你们确定好的时间点了哦。那个人际关系还是现在指引你们的方向，还是各走各的路，还没有对齐，现在还在各走各的路哈。确实，你们两个遇到的核心的最美好的那一刻，是旁边的人帮你们引荐介绍的牵路的啦，这边已经确定完了。那整个路径现在往未来的走向都是好的，正能量很强哈，所以从正能量很强的这个路径上来说的话，虽然还没有走到同一条路，可是方向应该没有错，因为他的那个好感，没有什么危机感，好像再往前慢慢走去，遇见只是接下来该发生的事情而已，这边没什么太多的阻碍哈，就只是时间等待问题。好，这组比前两组牌顺多了啦哈。哦，果然爱情的发芽速度慢哈。一开始用女祭司牌来压，确实就是同一个方向哈。好，你们除了大量的聊天之外，你们还有蛮多的内在探索。你们意识到彼此是可以成为恋人的节奏有点慢哈。因为你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好朋友、聊天的朋友这一件事情让人沉迷，你们会把这一个关系维持得非常久。这样，目前没有特别看得出来爱情的发芽点在哪里，但是它有一个智慧点，接下来会打开。不知道那个智慧点打开之后，两个会不会发现爱情的能量会出现哈？所以我对于智慧点这里，我来翻牌好了。没有是往爱情的方向走，只是关系会变得更好，就可能从朋友变好朋友，好朋友到知心好友这些。哦，但也连到收妹那个位置是还没有，这只是关系会再更好、更黏密了哈。水能量还没有看到发芽的位置哈，后面才有可能。不过它也有走向收妹的状态，因为这边确实有一个趋势，有在慢慢的，你们两个会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明白我的心理的价值观、想法跟最能够接我话的人。好，你们会有他们聊不完的天，可是朋友的感觉、朋友的概念还是下得非常重哦。这里确实还没有爱情发芽的一个状况，我等一下看一下。好。我想一下啊。好，你们两个爱情发芽的契机在于彼此的朋友互相认识，或是不要处在两人世界。你们要在这认识更多的朋友，不要只活在自己两个人的相处。你们两个人本来的朋友必须要做交换，必须要做联系，这样要以你们两个为单位，然后再去接触更多的朋友，两个人的爱情才会发芽。这边说的是这样哈。反正这里有一点在回避，你们两个一直处在就只有你们两个约相见的这个处境里了，这份关系是没有办法进展的。好，所以3号牌的朋友大概可以给你一个提示，接下来的未来你半年、1年内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人，那这一个人跟你无话不谈，然后是跟你时间错得很开哈，你们的时间其实没有搭配，所以每次都要另外再约时间出来见面聊天、去看展、去哪里、去逛街，各方面 OK， 任何事情都 OK， 但是要慢慢的进入到更多的人群里，其他的朋友介绍彼此的朋友，跟大家一起出去，不要都只活在两个人世界。因为他这边说，那一个爱情的好能量，要在跟别人的相处里面感受到你们彼此的更加珍贵。反正他会凸显出你们两个的恋爱能量就对了啦。如果一直闭锁在两个人的世界，他就只会一直禁锢在是两个人很要好的朋友关系而已。好，这边只做了这个提示。那我们再往下翻哈，看一些情况。第二组牌就会看他在哪哈，因为现在还没有确定他在哪，现在只是觉得现在整个能量就是你们的时间错得很开啦，
所以大概有很高的几率是你们应该还没有遇见。好，看一下。我故意翻的乱一点，把讯息帮我打乱一下。你们有共同的朋友，然后你们有共同的朋友有意识到你们两个应该可以认识，感觉你们两个人相处还不错，因为你们两个人给其他人的印象都差不多，然后很有机会这个共同的朋友把你们牵连在一起，因为他看穿你们两个太孤单了、太孤独了、太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不把你们两个介绍认识，很可惜，所以这个牵线的人有可能会出来。那不过这是对你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因为两个人现在没有释出某种很强大的爱情讯息，所以选择3号牌的朋友，你要对你的朋友释出一些你想恋爱的感觉，来去启发一下他们想到这一个人哈。这你们的认识目前有至少50%的能量很仰赖朋友的牵线呐、所以也有一个就是不要太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哈。朋友最近约你说要去哪里的时候，就尽量去哈，因为可能会有意外惊喜，这个人也会出现。那他出现不一定是你的朋友把他带来，有可能是你朋友决定去的地方的时候会偶遇这一个人，然后才发现你的朋友跟他认识哈。所以第一组跟第二组牌都讲刚刚有说的，你们没办法窝在自己两人世界，或是窝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然你们两个人没办法联系到，然后感情也没办法升温。所以现在有2条路，一个就是你们两个自己认识了，可是你们俩要离开两人世界去跟朋友在一起之后，两个人的爱情的感觉才会出来。那另外一条线是同样的逻辑，只是顺序不同，就是你们不能窝在自己的世界，你要跟着你的朋友出去，才会再遇见他。一遇到他的时候，那个爱情能量应该就会先出来了。可是能量会比较少，因为第一组牌他说你们两个一开始遇到的那个爆发能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会成为朋友，会有家人的感觉，会是无话不能谈的朋友的感觉也会出来。会出来，这个不会比较，这个不会比较弱。你们这组牌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是一直处在一种很安静的能量里，所以它没有爆破性的爱情能量哈。那你们两个人的火花各方面会比较趋向于做好朋友，这只是一开始，它一定会到某一个端点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的关系已经进入到新的关系，跟你们聊天的内容已经进到新的升级，只是你们会后知后觉才发现说，其实你们的关系已经到很深入了，它会非常接近收妹，可是那个收妹的感觉会带来爱情的感觉，这个路径就是这样。好，那我跟你说。你们的关系成为恋人前，会有一个贵人把它说破，或是帮你们牵线。那成为恋人之后，成为重讲哈，你们要成为朋友之前，会有一个贵人帮你们做牵线，让你们认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你们成为朋友，变成好朋友的时候，然后关系一直没办法往上走到一个天花板的时候，没有办法进入爱情，这个时候也会再有一个贵人再去帮你们做。不止一个或一群人会让你们感受到你们两个其实是在一起的。可能他会在出去玩的时候，有很多人会问说你们是不是在一起吗？或是刚认识的朋友会误以为你们是在一起的，所以你们两个在内在就被暗示了，在某方面是被暗示了哈。好，你看你们的关系的缺点就是。其实，在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应该要以恋人的方式来去爆发那个火花，可是错过了。它这个能量表示说它是下降的，就是没有的，本来要有的，那能量很弱或是被忽视了哈。那如果以灵魂的能量来说，你们两个人是很适合生活在一起的，然后一起建构自己的未来的，然后一起协力的生活在一起，是可以成为伴的，好伴，好伙伴的伴，伴侣的伴，那个伴。只是节奏真的很慢，节奏真的很慢，没有很强的推力，要慢慢的走才行哦。所以他前面才会有做朋友的感觉，会非常久。要意识到那个爱情的爱恋在你们之间真的是浮现的比较慢，而且好不容易浮现的也是依稀的一点点的，没有非常多。好，这里应该就这样，没有什么大问题。我来看一下一些东西哈。刚刚这2条路径我各看一下。第一条路径。第2条路径，我跟你说，第2条路径比较强，就是你的朋友会带你去认识他比较强。那
第二条路径哈。那第一条路径那一个你们两个先认识了，然后再靠着朋友感情生活，这个路径比较弱哈。这个路径比较弱，还是有，但是评鉴起来。另外一个路径就是你跟着你朋友出去要认识到他，然后立刻就会有很有感觉。这一条路径其实在这边看起来是比较强的，而且依赖感很强哦。那我要重新审视第一组牌他所说的你们需要跟朋友一起出去这件事情，可能也在暗示着一件事情是，其实也是需要朋友做引荐啦，只是。我不确定是一个先后顺序，是要靠朋友做引荐，还是你们两个自己认识之后靠朋友去提升你们的关系。但它也有一个顺序，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会出现2次朋友的帮忙。你们如何认识？朋友帮忙。感情如何进入到爱情状态？朋友帮忙。可能前一组牌在讲的是后段这里，而不是你们两个。前一组牌确实是讲后面这件事哈。所以目前这里有一个讯息，我们必须要 delete 掉，要拿掉，就是。你们两个自己的认识，好像不会有这件事情了，好像是要靠朋友的介绍跟带领去，然后认识到这个人。所以其实你们一遇到一讲话，就会有非常讲话聊起天来，应该就非常有感了，因为这个讯息出现2次。好，我再看一下这里。1、2、3、4、5、6、的确哈，朋友的能量非常强哦，他带领你去到认识他之后，整个。火属性的战车能量就出现了。你们两个相处之后，你们两个就有内心有一点点看得出来，或感受得到这个人跟你很合，但是并没有立刻感觉到说是可以走到爱情，但是会在第一时间聊天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两个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关系是可以非常紧密的哈。好，这边有做一个小提示哈。即便不是很熟的朋友也跟他去，假装装熟也去，好，打开这个视野，然后记得累积一下你的朋友圈的能量，认识更多的朋友，把这个朋友圈打开一下，好，认识更多。如果要朋友带你去认识新朋友，尽量去累积一下这个能量，遇见他的能量哈。这边做了一个比较黑暗的方法，他说跟大家装熟一下啦，先去，好，这边有说，好，然后看一下。很特别了，难得会这么说了哈。哦，这很后面哈。我觉得这有点远哈，这有点远哈。我先翻牌面说的，但是很远哦，让你感觉一下。他说的不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间，他说的是你们两个成为恋人的时间，离现在至少10个月以后。就这样，我把这讯息传达给你。好，这个不是我要翻他得到的讯息。来，我们再翻另外2张牌来看一下。时间点的事情都是参考哦，它不是一定在那个时间发生，只是他在推论你的这个节奏感。他说10个月，就表示这一件事情发展到在一起，至少要有一个时间页的10个月的进程，10个月的相处，你要感受到是这个，而不是说以你现在看的时间的10个月之后，你们就一定会在一起。不要用这种想法想这个事情，你要想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可能会提早，它可能会晚一点，但你知道它的进化会这样。那关键点在于什么？你还是要一直跟这个人持续相处，才有可能让这个10个月慢慢的往后进行。那中间你可以做任何的选择，加快或不要都可以哈。等一下，我看看这里。好，如果要我说最快你会遇到他的时间就夏天，然后夏天之后的连续3到4个月，你会成为蛮好的朋友，就这样。好，但是夏天是抓3到4个月哦，所以我没有把时间抓得很某这个点哦，我都会故意放宽哦，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很容易被拘泥在某个时间点做等待，我觉得这样子会，我觉得蛮不健康的哦。
在心理上蛮不健康的，因为它会让你比较没有开阔的是心，它会让你的选择权变少，选择变少。记得有很多的讯息来，感受不到，或是你排斥就把它拒绝掉，然后去选择你心里比较向往的那条路。讯息出来只是让你有方向感，而不是让你变成牢笼。记得就像这个10个月一样，它只是让你有方向感。可能在你感受到的10个月之后，它可能会进入比较有爱情的感觉，但他不一定那个时候确定关系，他可能会比较爱情的感觉，只是那个爱情的感觉比较接近确定关系，可是你并没有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强迫自己，或是告诉自己说这个时候要确定关系，这个要确定关系，不然就没有了，不是这样子。好，你还是要知道这个只是一个方向感，这只是一个方向感。好，好，那大致上我觉得讯息就这些哈。我有一个小问题问他啦，所以我再弄这个一次哈。哦，来，这样，好，等一下，好，记得夏天很重要，夏天跟朋友出去很重要哈。好，那就这样，这是3号牌的朋友，我觉得讯息很简洁，你大概已经抓到一些方向感了哈。记得时间感各个方面已经抓到了哈。那这个人他要靠朋友才会遇到，然后你们一开始就会非常有话聊。记得你们聊天非常小众，但是你们两个聊话题彼此都很有兴趣，而且第一次见面完会聊不完，你们后面会自己再约。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们遇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的时间很难搭起来，这件事情也会出现哈。好，那就这样，3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哈。那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